双儿，娘，你们快放了我娘！双儿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跑啊！娘，快跑啊！娘！不要，不要，娘！娘！娘！盛映雪，我爹娘把你当亲女儿一样锦衣玉食的养大，你这么做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盛家大小姐。你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先别着急死啊，我的好姐姐，妹妹还等着看你表演活春宫呢。好了，把她给阁主送去。好难受，我这是在哪里？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的酒里下药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放开我！欲擒故纵。你让我走！老爷，为什么会有香风草的味道？求你了，我是好人家的女儿。盛无双，天下盛家32口人，父母兄弟的血海深仇，只有活着才能为他们报仇雪恨。天音阁阁主之前那么冷清，没想到也会对女人欲罢不能。二小姐，您大可以自己试试，何必便宜了大小姐？又不是没试过，每次没被阁主赶出去，索性就让那贱人怀上孩子，让我母凭子贵。快，马上露头了！孩子，给我看看孩子，把孩子还给我，还我孩子，把孩子还给我，孩子。阁主，这孩子耳朵的胎记和你一模一样呢。那晚的女人是你。3个月之后，我会在天音阁迎娶你。孩子，盛映雪，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什么孩子？一块死肉吧？不是的，我听到他的哭声了，他不是死胎。可是我用手这么轻轻一掐，他
就没气了呀！我杀了你，盛英雪，我要杀了贱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真以为自己是盛家大小姐？姑娘，从此以后，世上再无圣女子，你可后悔？悔，我只悔当年太过良善，才让我盛家满门尸骨无存。这张脸，便是我从地狱带回来的第一件祭品。盛家大小姐，早在5年前就死透了。盛家与我有大恩，常某无以为报。此去京城，刀山火海，我药王谷会护你周全。要不是那男人的玉佩，我怕是早就捅了盛英雪的刀下。我的好妹妹，我回来。有的什么玩意儿？你们天鹰阁就是这么敷衍客人的吗？是来消遣的，不是来看这没滋没味的东西的。滚！各位客官，稍安勿躁，我马上就让新来的舞娘为大家跳舞助兴。好美啊！不愧是天鹰阁，就算是皇室教坊的舞娘，也难以媲美啊！好妹，惊喜，我回来了。他怎么长得这么像？圣女说早就死了。夫人，跳得不错。不过你这狐媚的长相，我可不喜欢。滚吧！阁主到！快去把我大手拿来！快去！一点做母亲的样子都没有，真是看到你就觉得丢人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出门穿得得体一些。阁主，夫人刚才是为了给我做示范才脱下外袍的。是。他的外袍倒合你的身。若是想在天鹰阁留下，就不要耍什么小聪明。
既然阁主叫你留下，你便留下吧。叶儿，你想干什么？吃颗糖，心里会甜一点。我才不稀罕！拿开你的东西！圣灵霜，你醒醒！你的孩儿早已化为白骨。这新来的舞娘都要过我这关，若是身段舞姿不合格，我可是要单独调教的。这里人多，晚上你去找我。好啊。贱人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盛家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你要背叛他们呢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你听不懂问题，那我就帮帮你。我说，是盛家二小姐爱上了天音阁阁主，为了配得上阁主，她必须成为盛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所以她杀了盛家全族。我帮她，都是她逼我的呀！蓝云姑娘，你看我都说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放过我也想，可是我怕呀，我怕我爹爹和娘亲在天之灵，我死不瞑目。你是大小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小姐，她早就死了。以前的圣灵霜确实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天音阁的蓝音姑娘，也是地狱的李露。大小姐，求你饶过我吧！那些事都是二小姐做的，我真的是被逼的呀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还记得你当时的铁剑是如何刺进我母亲的心脏的吗？大小姐，饶我一命，还我一条狗命！再去封权，就说陈威盗取了皇家宝物，以畏罪潜逃。好！阁主有令，所有人留在原地，不许走动。天音阁混入了西域系族，今日谁都不许离开。阁主息怒，若是为抓一个细作而惊扰了满堂贵客，有损天音阁的名声；若因此错怪了哪位大人，更是得不偿失。此事简单，不如让蓝英去给您分忧，如何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手段。
奏乐。这位客官，这玉佩虽乃中原之物，但这绳结却是西域特有的同心结，专为传递密信所用。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位蓝茵姑娘真是兰心蕙质，不仅舞跳得好，更是聪明过人呀！是啊，有如此奇女子在，这天音阁日后我一定日日来捧场！哈哈哈哈！阁主，压压惊，也助天音阁除去一害。蓝茵，好一个蓝茵！我看你不仅仅是想留在天音阁，这么简单。阁主觉得蓝茵想要什么，蓝茵便想要什么。你的观察里不像一个普通女，说吧，是谁教你的？阁主看的是蓝茵的舞姿，但蓝茵看的却是舞姿下的人心。人心这面镜，有时不必人教，只需静静的看，它自己便会映出真实。好一个看多了就会，你的胆识也远超你的身。在天音阁这种地步，若没有一点安身立命的本事，蓝茵恐怕早就成了别人的盘中餐，让阁主见笑了。又是这个味道，和5年前那晚一模一样。他到底是谁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阁主抓着蓝茵，问的却是另一个人。你想见的，他不是我们。确实是小芳草的味道。萧世子身份尊贵，日日泡在勾栏瓦舍，隐姓埋名当阁主，实在辱没了你。我萧家身为异姓王族，深受皇室忌惮，而天音阁是朝廷重要的情报组织，只有把它牢牢地攥在手里，皇室才不敢动我萧家的端王府。属下思虑不周，请世子责罚。无碍。最近阁内新来了一个叫蓝茵的舞，你去查清楚，他是什么身份。属下遵命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要让你现出原形。
抱歉，阁主的琴声太过动人，有些忘我了。你身上为何有萧风草的气味？阁主弹的是广陵散，曲有知音，香，自然也有懂它的人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何总能轻易拨动我的心弦？你很聪明，也很大胆，但是很聪明的人一般都活不了太久。奴家身上的味道也挨着阁主的事儿了，真是好大的规矩。有请阁主安分守己，别动歪心思，你越界了。阁主，本公子哭着找阁主，夫人让属下来找阁主。记住你的本分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我一定不会轻饶。宁霜，收手吧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。只要娄彦修想杀我，谁都拦不住。他或许已经开始提防你了。盛映雪毕竟是他夫人，这次放过你，那下次呢？提防我又如何？只要娄彦修此刻正想着我，就够了。难道你要利用娄彦修来报复盛映雪？想让盛映雪生不如死，就要抢走他最在意的东西。娄彦修他不近女色，你不会成功的。容易得到的会挥之而去，得不到的才让人欲罢不能。今晚的娄彦修没有杀我，说明已经动心。假如我再推他一把，你说他还能独善其身吗？给脸不要脸，在老子面前装清高！这位客官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难为我这位姐妹？既然你替他出头，不然你就留下来陪着本大爷，定让你欲仙欲死！这里是月坊，不是青楼，恕小女子不能从命。还跟老子装？外面早就传开了，只要有钱，天音阁的姑娘随便睡。放出消息，就说天音楼的舞娘伶人现在如青楼妓子般开始接客了。只要你乖乖从了我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我说了，恕难从命。臭婊子，你敢打老子！来人啊，给我砸！敢让老子没面子！给我砸！砸的一点也不剩！再把那些女人都给我带过去，让兄弟们爽一爽！让你们都停下，否则我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！顾太太，你慢点！停！等我住手！滚！贱人，老子弄死你！竟然敢在我天音阁闹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，
喂狗！阁主，这娘们儿勾引我的，阁主饶命啊！阁主，阁主今日怎么如此凶狠？闹一下就要杀人？你怎么样？别自作多情，我做这些，并不是为了你。盛哥哥，你受伤了。这要是留疤怎么办呀？走，我带你去涂药。你说，如果我现在身边出现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你猜男人的嫉妒之火会不会在娄彦修心中灼烧呢？本想着能日日与你见面，我才来天一阁做舞娘的，没想到来了之后，却还是天天担惊受怕。阁主，我之前和盛哥哥一直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是怕大家会觉得他会特殊照顾我，但我们俩是真心想在乐坊工作的，还请阁主您给盛哥哥一个好前程。好的。一个无影，竟然敢来戏耍我！哎呀，夫君，你的手这是怎么了？夫君，你看看我嘛，我的头好痛。夫君，有这个时间就去好好照顾叶儿，不要来给我添麻烦。娄彦修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5年了，碰都不碰我一下，就连顶楼都不让我走近。听说咱们阁主前几天和个唱曲的伶人抱在一起，还被人看到了呢。怪不得阁主不喜欢夫人，原来是喜欢伶人呀。夫人，阁主和夫人的事也是你们可以议论的，以后不许再乱说，还不快滚！夫人不必在意，不过是下人乱嚼舌根。阁主那么爱你，怎么会看得上一个伶人？我怎么想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管住你这张嘴！今日的事要传出去，我便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来了天音阁，就要守这儿的规矩。要是谁有了不该有的想法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贱人，长着这样一副妖媚的脸，等着勾引谁呢？啊！夫人饶命啊！你们当中的任何人，要是敢对阁主有任何不轨的想法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，都给我滚！夫人，别生气了。你也给我滚！夫人何苦生气？那2个丫鬟我已经处置了，这个谣言不会再有第3个人听到。哼！一个下贱的舞娘，还敢管我的事？夫人的收留之恩，奴婢没齿难忘。哼！与其推开我，夫人为何不让我成为你手上的这把刀呢？那你说说，要如何帮我？奴婢可以帮你找出
散播谣言的人，并帮您夺回属于您的一切，包括阁主的心。你真能做到？阁主娶您，定是对您有情，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未免会感到无趣。您不妨告诉我，这些年你与阁主的症结是什么？叶儿与我不亲，所以阁主他便觉得我不是个好母亲。原来就是这种小事。我家中弟妹众多，哄小孩的事儿我最拿手。您只要给叶儿做点小玩具送过去，她就会与您要好的。谁愿意做那些东西？既然你会，你去做，交给叶儿。老燕秀，我不仅要得到你的人，还要拿捏住你的心。只要能让盛映雪痛不欲生，就算你罗燕修是地狱人母，我也不怕。阁主，怎么是你？这里不是叶儿的房间吗？今天泪雨有一人梦萦，纷纷扬扬，害怕还敢上来勾引我？夫君，我带叶儿来找你了。夫君，我带叶儿来看你了。小公子来了，不知道小公子看到奴在这里，他会怎么想？不过正好，奴可以把礼物当面给小公子。礼物？仙儿，夫君，我能带叶儿上去吗？夫君，我带叶儿来看你了。叶儿，快叫爹爹。你真麻烦，爹爹，叶儿来了。你不是说今日陪叶儿一起过生辰吗？那孩子也是今日生辰。你想干什么？奴在想，要是被夫人和小公子看到，阁主对奴这样，爹爹，你先下去，爹爹一会来找你。顶楼是禁区，爹爹向来不让人进，都怪你非要带我一起来。本以为带着那个小崽子来找阁主，就一定能上顶楼，没想到又是白忙一场。怎么感觉他们走了，你好像很失望的样子？奴只是觉得遗憾，没有办法把礼物当面给小公子。竹蜻蜓，阁主，奴真的是来给小公子送竹蜻蜓的，是夫人吩咐的。奴从小家境贫寒，只能自己做些小玩意儿，哄弟弟妹妹们开心。本想着能帮夫人哄哄小公子，没想到却被阁主误会。奴就是一个平民，怎么会懂什么案情？阁主，蓝衣姑娘身家清白，并无任何不同。乱世之下，有几个清白之人？越无不同，便越是不同。难道我错怪他？想通过这个下贱玩意儿哄骗小公子？瞧阁主说的，不管是人还是物，不过都是些供人取乐的玩意儿，哪分什么高低贵贱呀？
好一个供人取乐的玩意儿！你说的，该不会是你自己？只要阁主能给圣哥哥一个好前程，蓝烟愿做阁主的小玩意儿。那先看看，为了那个你，做到什么地步？这些蜂草的味道，好香。阁主说好了，我做阁主的小玩意儿，阁主给圣哥哥一个锦绣前程。为了那个男人，你真是什么事都敢做。他这是生气还是吃醋？也不都是为了圣哥哥。阁主这样清风霁月的男子，哪个姑娘不会心动呢？喜欢我，你也配？本阁主从不碰脏东西，滚！阁主说的对，奴确实是脏东西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谁愿意这样自甘下贱？阁主高风亮节，是奴越轨了，还望阁主不要与蓝衣一般见识。下个月，蓝衣便与圣哥哥大婚，就会离开天鹰阁，阁主就再也不用看见奴这个脏东西了。但是蓝衣这辈子能在顶楼上过阁主的榻，也算是值了。哼，不可能，我竟然会为一个舞姬行。阁主，您和夫人真是般配，希望奴和沈哥哥成亲之后，也能像你们这般琴瑟和鸣。成婚之后，就在家好好相夫教子，别出来抛头露面。等你成亲之后，我送你个大礼吧，就当是你为天鹰阁效力的奖赏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多谢夫人。若是夫人能送我和盛哥哥一张床榻，那便再好不过了。但是蓝英这辈子能在顶楼上过阁主的榻，也算是值了。阁主怎么有些失态？难道他和蓝英？阁主再怎么做，都不会和有夫之妇产生瓜葛。不就是一张床吗？只要你好好为我效力，送你一栋房子也不是不行。小公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夫人没和你一起吗？那个女人从来不理我，只有要见爹爹的时候才会来找我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小公子，看看可喜欢？我就不喜欢这种低贱的平民物件，不许再打扰我！你快走开！我真是娄彦秀和盛映雪的孩子，真是没礼貌又顽劣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吓死我了！都怪你那个破玩意，害我差点落水。算了，不过是个父母没管教好的孩子，我何必与他置气？好，好，好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下次再给小公子做一个新的竹蜻蜓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
奴婢不仅会做竹蜻蜓，还会做很多好玩的小玩意儿。但小公子明明很喜欢，却装作不想要的样子，这样可不好。是母亲说奴婢都是天下的下等人，不能要他们的东西。确实像夫人会说的话。我母亲不让下人陪我，自己也不陪我。要是你可以天天陪我玩就好了。骚浪蹄子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帮我呢？说，是不是想利用小公子讨好阁主？夫人，您误会了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这孩子向来与我不亲，与你倒是亲近。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。我又没说错，你都不管我，还不让人陪我玩。蓝茵姨比你好100倍，我就是想让她做我娘亲。兔崽子，你再说一次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叶儿，叶儿，叶儿怎么会晕倒了？夫君，是蓝茵讨好叶儿不成，一气之下将她推倒了。阁主，奴婢没有。叶儿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唯你是问。来人，把蓝茵给我关进地牢。希望那孩子没事。放开！我自己会走。小公子受了伤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宁霜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我不走，现在离开就功亏一篑了。那孩子不喜欢生英雄，我相信他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你糊涂！再不喜欢，他们也是亲母子，他怎么可能帮你？那又如何？这次我一定要赌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。放开他！夫人说了，不留活口。叶儿，你可还好？叶儿，你吓死母亲了！谁让你管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爹，蓝茵姨姨呢？放开他！没有阁主的命令，你们敢擅自处罚？我只要空管这点小事，谁下了命令，谁也保不了他。放开他！娘，女儿不信，他们为你们报仇。放开他！快住手！蓝茵姑娘，你醒醒！蓝茵姑娘，蓝茵姑娘。蓝茵姨姨，你醒了。蓝茵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公子，你怎么样？叶儿已经替你说清楚了，这2天你就好好休息。阁主，夫人真的不是有意要推小公子的，请您千万不要责罚他。母亲根本不关心我，蓝茵姨姨，你才是对叶儿最好的人。小公子，她毕竟是您的母亲，听到您这样说，她会伤心的。是一许冤枉他，他竟然还帮他说话，到底是真心还是装的？蓝茵姑娘还真是大度，被人冤枉了，还要替人说话。哪里有什么大不大度的？奴婢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处死的奴婢，怎敢认得夫人？倒是有自知之明。爹爹，那你把蓝茵姨姨娶进咱们家，这样她就不是奴婢了。小公子真是说笑了，奴婢是已经有未婚夫的人了，怎可另嫁他人？更何况，阁主已经有夫人了。你知道就好。
蓝音，你这次真的吓死我了。公道是站在我这边的，这次之后，盛映雪再无胜算。若罗彦修真娶你，你会嫁给他吗？嫁给他又如何？只要能让盛映雪痛苦，就算嫁给言儿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就要爹爹娶蓝茵姨爷。不可胡闹，盛映雪才是你的母亲。总之，我要蓝茵姨爷。爹爹不能娶她，那就让她一直陪着我，不然我不读书还要捉弄夫子。盛映雪向来对叶儿不上心，或许有那女人在身边，叶儿能开心许多。来人，叫蓝茵过来。阁主叫我。蓝茵姨，你来了。奴婢给小公子做了甜汤，特地送过来。蓝茵姨，你真好。惯会讨好。奴婢身份卑微，但却也知道以诚待人。小公子对奴婢好，奴婢当然要真正回报。既然你这么会哄小孩，那你之后便不用再去大厅跳舞卖艺。我又哪里惹到这尊大佛了？日后你就好好照顾叶儿，还有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阁主觉得蓝茵想要什么，蓝茵便想要什么。下个月，蓝茵便与盛哥哥大婚，就会离开天音阁。阁主却再也不用看见奴这个脏东西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要干什么，我都不会再见你。被你影响。就算我丢了叶儿又怎么样？我是他母亲，阁主这么做就是打我的脸。蓝茵，你这个贱人，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自从罗彦修让我陪叶儿，我就再没见过他。如今盛映雪快要解禁，继续这样，一切又会回到原点。蓝茵姨爷，等我长大，你也一直陪着我，行吗？可是姨姨要嫁人，等姨姨嫁了人之后，就不能陪着你了。姨爷，我一定想办法让爹爹娶你。对不起，月儿，哪怕日后你怪我利用你，我也必须这么做。为什么几日不见，我还会想起你？疼死我了！郎中，小公子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头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叶儿怎么样了？贱人！阁主把叶儿交给你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是我频频拒绝给叶儿当娘亲，她才头疼的。我才是她的娘亲，你休想鸠占鹊巢！够了，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大夫，叶儿究竟是得了什么病？兴许是之前撞到了头留下的后遗症。老夫再去给他开几副药，先吃着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儿，若不是那日蓝衣非要跟我争你又怎会得上头疼的怪病？哼，你走，都是你推的我才不想看见你。阁主，一定是蓝衣这个贱婢挑拨我们母子关系。啊！阁主救我！你禁足还未解除，就敢在这里闹，快回去好好反省。爹爹，我的头好疼，
我不想让蓝茵一意离开我，你不要让她跟别人成亲，你也不要让娘亲打她，好不好？小公子，阁主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娶我？既然叶儿这么喜欢你，那么我便择日纳你为妾。嘿嘿嘿。既然忘不掉，就索性把你留在这里，直到我对你再无兴趣。阁主，蓝茵不能做您的妾，蓝茵已经有未婚夫了。你说什么？可是蓝茵一意说过，会永远陪着叶儿的。跟我走。收起你的那些小把戏，欲擒故纵，对本阁主来说没有用。奴从未对阁主欲擒故纵，只是奴与盛哥哥是娃娃亲，退不得。更何况谁有正头娘子不当，想当个妾呢？难不成你还在笑我的正妻之位？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阁主就没想过偷来的更自在？阁主喜欢蓝茵这样吗？你不愿意做我的妾，又这样勾引我，蓝茵，你最好不要引火自焚。蓝茵多谢阁主抬爱，但蓝茵不做妾。既然你不愿意做我妾室，那你就领那个娃娃亲未婚夫一起滚出这里。阁主何必生气？蓝茵的未婚夫是天烟之人，奴想要的快乐只有阁主能给，你又何必在意奴是不是你的妾室？本阁主从不做偷人妻子的苟且之事。若不是你给叶儿喂了迷魂汤，就算是做妾，你也不配。阁主抱也抱了，摸也摸了，说话却还是这般难听。蓝茵答应你就是了。作为叶儿的庶母，就不要传得这么放。而且对我产生非分之想的女人，都活不过第二天。蓝茵，规矩些。没活过第二天，不惜威胁我让我做妾，到底是为了叶儿，还是你自己？娄彦修，本人拭目以待。宁霜，你怎么能真做娄彦修的小妾呢？那势力庞大，若做了他的小妾，除非他同意，否则这辈子都脱不了贱籍。一个户籍又何妨？只要是能复仇，就算要我这条命，我也会双手奉上。更何况，如果他爱上我，要什么身份不会给我呢？所以，趁圣映雪禁足这几天，我要再推他一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再来大厅里跳舞。奴婢身份卑微，总要将自己身体的价值全部贡献出来，才能让阁主看到奴的好。蓝茵，你为什么要与我退婚？难道是因为我穷吗？何止是因为你穷，你哪里比得上阁主这样的真男人？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即便是退了婚，阁主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会重用你的。娄彦修，
你抢夺我妻，我要杀了你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区区一个常胜，根本就伤不到我。你怎么会那么傻，为我挡道？你怎么样？阁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为我受的伤，我不会不管。这件事本就因我而起，我又怎么能看到阁主受到伤害？更何况我对阁主……你放心，我会命人去把常胜处死，这样他以后便不会再骚扰你。阁主，饶了盛哥哥这次吧。你让我放了他。蓝衣，求阁主了。蓝衣，你没有心。只此一次，要是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真要放了他，是我与盛哥哥退婚。虽然他这次行事极端，但毕竟他之前对我有恩，还请阁主这次放过他。好，这一次我就先放了你。不行！谁允许你出来的？夫君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。他要杀你，你岂能放过他？都是你这贱人！要不是为了你，夫君怎么会被刺杀？不许你说蓝茵姨姨，你总这样说蓝茵姨姨，万一她不肯嫁给爹爹怎么办？叶儿乖，娘亲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和爹爹好，一天到晚就是要跟我对着干，贱种就是贱种。好了，我既然答应了你放过他，就不会是你。还有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私自解除禁足。这一次我也饶过你，不要再放。这不是我，你的亲生儿子现在眼里只有我，真想看看，等到你夫君眼里也都是我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蓝茵姨姨，我们回去吧。叶儿藏好了吗？姨姨要来找你喽。小废物，在你爹面前也不知道帮我说句话，竟然还围着蓝烟那个贱人转，你是不是我孩儿？一天到晚死去，若不是为了夫君，我早就闷死你了。原以为是叶儿顽劣，不肯好好对盛映雪，没想到盛映雪不止往外了带，背后竟这样对我。小公子，怪不得您不让奴婢帮您洗澡换衣。夫人这样对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阁主？我才不是背后告状的小人。蓝姨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没用，不喜欢我？怎么会？公子是小男子汉，姨姨最喜欢小公子了。那你以后别叫我小公子，叫我叶儿。爹爹说，亲近的人应该互相叫名字。我以前误以为是叶儿顽劣，以后姨姨好好教你。你愿意听姨姨的吗？只要蓝茵姨姨还喜欢我，愿意陪我一起玩，我什么都听姨姨的。我不是她亲生母亲，陪不了她多久。
只有让娄彦修知道盛映雪的真面目才行。咦，我们来这儿做什么？不出我所料，盛映雪果然一解禁就马上来找娄彦修。燕儿在这儿等一下，姨姨有事儿，一会儿回来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走哦。走，跟我去找你爹去。我不走，你每次都利用我找爹爹，在他那碰了钉子就打我。我是你娘，让你做点事情怎么了？阁主，夫人带着燕儿来找您了。小公子口渴了吧？奴婢给您倒点水喝。贱婢，你怎么做事的？蓝茵姨姨，茶是凉的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小公子，你手上怎么这么多旧掐伤啊？大胆奴婢，你竟然敢虐待我的燕儿！阁主，奴婢冤枉，奴婢刚伺候小公子几日，可这个伤一看就有好一阵了。这明明就是新掐伤！你别碰我！可主，不是我，我是叶儿的亲生母亲，我怎么如此虐待她？夫人，小公子被您掐的都不敢认您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们的母子情分就要完了。盛映雪，你日日苛待身边的人，可曾想过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因为……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我助你离开天音阁，这些钱也给你。还说不是你？蓝茵姨姨，母亲会死吗？若不是念在你是叶儿的生，今天就让你死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接近叶儿半步。刀不搁在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。燕儿，你看，蓝茵姨姨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我教你。像这样，蓝茵姨姨，我的船跟上你的了，真棒！你看好了，这一纳要像飞鸟的翅膀一样。记住了。蓝茵姨姨，你看我写的。短短时间，他竟然教会了叶儿去笑。在写什么呢？给你，蓝茵姨姨教我写的。辛苦你了。能陪伴叶儿，是蓝茵的福气。我花了5年的时间都得不到的东西，居然让一个舞女轻易得到。娄彦修，你不是心疼他吗？你看一个死人，你又如何心疼我？
等一下，拿的什么？禀夫人，是阁主特意吩咐给兰英姑娘做的点心。去吧。我若不吃了这带毒的点心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？小贱人，我看你死！阁主和我一样情面。嘿，赶紧叫郎中去顶楼！还有，给我查，到底谁下的毒？阁主从不带任何人上顶楼，竟为兰英那贱婢破例。还好。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所幸中毒不深，解毒后多休息几日。再吃几副温补的方子便好了。阁主，兰英自打来了天音阁，便没得罪过任何人。到底是谁要害我？这几日你好好休息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阁主，兰英害怕。这几日我会陪着你，不会再有人对你下毒。兰英姐姐，听说这几日兰英姐姐一直在顶楼休养。自打5年前开始，阁主就不让他人踏进顶楼。看来这次对兰英姐姐是真心的。贱婢，阁主的事都敢编排。对不起，夫人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站住！你竟然没死！阁主，查到是一名舞姬，因嫉妒兰英姑娘与您走得近，所以才给兰英姑娘下毒。舞姬？你信？据属下所查，确实如此。既然有人愿意顶罪，杀了便是。是。盛映雪，你当真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手段？奴没死，夫人很失望。夫人一定想不到，那天的毒是我自己早就备下的，只可惜没能让夫人受罚。阁主，那贱人是故意中毒的。兰英中毒当日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。难道你是想说他是故意中毒，想要陷害别人？对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够了，兰英中毒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若是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别怪我继续往下深挖。与其在这里争风吃醋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做好叶儿的娘亲。娄燕轩看着是训斥盛映雪，但这种训斥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？看来叶儿收你的身份，对他无意。阁主装了几日君子，怎么今日还挤上了？这种事让奴主动才好。原来阁主喜欢这种调调。
还望阁主怜惜。沈映雪说的都是真的。阁主您自己都说了，我怎么可能每天身上带着毒药，等着陷害夫人呢？夫人对奴有知遇之恩，奴只想替夫人服侍好您和小公子，有什么理由害她呢？你最好是没有动任何手脚。上次毒害你的事，我已经找到真凶，并将其服罪。你以后自己小心一点。用一个区区武姬做替罪羊，娄彦修，我还真是高看你。若不是为了把你从盛映雪身边抢过来，我这辈子也不会看上你这种男人。还请阁主别再推开奴了。就是浓烈的香风草味，但是我会觉得比起盛映雪，她更像我以前那位女人。以前是不是来过这里？如果5年前的女人是她而非盛映雪，就能解释为什么这5年我丝毫没有想碰盛映雪的欲望。说。奴不知道阁主要奴说什么，难道阁主是把奴认作其他人了？阁主清醒，请阁主怜惜。这些毒草的味道和一模一样。都这样了，你还想不起来吗？奴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从未来过天音阁，只有前段时间和盛哥哥一起。这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提其他的男人。蓝衣，你胆子很大。蓝衣都没怪阁主把蓝衣认作别人，阁主又何必在意呢？再说了，情欲与爱慕是两码事。您虽然给了蓝英妾室的身份，但蓝英会用身子回报你，不是吗？阁主饶命。平日的勾引，还有帮我挡刀，原来都只是为了侍妾的身份。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就算是做妾，你也只是帮我照顾叶儿的下人，穿好你的衣裳。我不想再低落去看你。娄彦修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这么嘴硬。天音阁令牌关乎天音阁安危调动，不容有失。月婶大人，小女身份卑微，却自不量力的喜欢上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正眼看一眼小女的人。求月神大人原谅小女的心口不一，小女只是不想在喜欢的人面前失去尊严，才会说出爱慕与情欲不可混为一谈的话。其实小女爱慕阁主。你说你喜欢我？阁主听错了，奴什么都没说。阁主，您快放手！爱慕与情欲不可混为一谈的话，难道只是为了找回面子？阁主明明都听到了，又何必故意嘲笑奴？奴是身份低微，可是喜欢这种事又不分高低贵贱。奴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不就行了？夫君，你可在顶楼？妾身为你熬了碗参汤，可以送上去吗？夫君不让任何人上顶楼，
夺蓝烟的戒指破例，眼下他还要纳他为妻，我至少要跟他一样，可以自由出入顶楼，否则会被人笑死。阁主，奴怕……别怕，没我的允许，没人敢上顶楼。夫君，那我上来了。不许上来，我不喝，你下去。今天就算他阻止，我也要上去，大不了搬出一两个小镇主帮我挡着。阁主，夫人之前因为小公子的事情对我有误会，现在如果看到我在这儿，一定不会饶过我的。裸露出了蓝烟的戒指，没其他人来过，难道是他？夫君，里面是蓝衣妹妹吗？阁主怎么办呀？夫人要上来了。阁主，别怕，遮遮掩掩的，难道他不是蓝衣？夫君，这位妹妹是……你挨罚还没挨够吗？还敢上来？妾身只是想为你做一碗参汤。我不喝，滚！夫君，你不让妾身上来就算了，妾身毫无抱怨，可是别的女人接二连三的上来，夫君，你把我们的夫妻情分到底放在哪儿？夫妻情分，你是如何坐上这个阁主夫人之位的？不用我多说了。若是你再敢上来，我不会轻饶你。还好没被发现。既然你这么怕被发现，为什么要屡次在众人面前勾引我？之前没有和阁主袒露奴的心意，如今阁主什么都知道了，奴怕阁主告诉夫人。告诉他又能怎么样？夫人是正房都不能上顶楼，如今被一个未来的妾室伤了颜面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蓝英怕被夫人报复。东怕西怕的，这不是蓝英姑娘的作风。如今阁主知道了奴的心意，阁主对奴可有半分喜欢？若是不喜欢，又怎会破例让你上这天鹰阁顶楼？谁会不怕被报复的？但为了能离阁主近一些，奴认了。但是因为阁主的这份喜欢，奴更加害怕了。奴怕夫人下死手，让奴再也见不到阁主了。他竟爱我到如此地步，放心，我会护住你的。那阁主能不能答应奴，先瞒着夫人，并且不要在洞房前越轨？蓝音呢？我才不告诉你，让你去欺负蓝音一夜。小白眼狼，我才是你娘！天儿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我找了你好久。贱人，可主让你这副样，你就去勾引他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！来人，把小公子带走。我不走，你是恶毒的娘亲。等我走了，你又要去害蓝衣一役了。夫人，何必对自己的亲骨肉动手？更何况燕儿她还小，还不懂事。因为他小，所以分不清黑白，才会被勾引他爹爹的贱人骗。夫人若是把矛头指向我，怕是日后要失望了。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？不管是谁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让他不得好死！
你又闹什么？阁主不觉得这样格外刺激吗？阁主，外面那么多人呢。知道那么多人还这样，我看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我的事。奴只是想阁主了，一想到下个月才成亲，心里就急得慌。不想在婚前越轨，就别总来惹火。夫人，他们说阁主来的大事，怎么不见人影？奴惹的火，奴帮阁主消了，可好？光天化日的就做这种下贱的事，简直无天化日。怎的，又戏弄我？阁主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送你块手帕。阁主若有火，用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夫人来了，奴先告退了。调皮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叶儿娘亲，应该庄重一些，不要到外面抛头露面。阁主的帕子都是素色，这帕子上绣的蔷薇，绝对是那小贱人给的。回你的院子。我说过，只要你不惹事，就能稳坐我的正妻之位。为什么阁主要护着那狐狸精？兰英姑娘，听说夫人在后院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你最近小心点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咱们这些奴婢身份卑微，本就该互相帮助。盛映雪，这点事情你就受不了，事后可怎么办？夫君不是让你陪着叶儿吗？你又在干嘛？回夫人，小公子启蒙，奴婢将他送去夫子那里了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就算我在这里弄死这地痞，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夫人尽快杀了奴婢吧，反正奴婢也在被阁主当枪使。你说什么？当枪使？我以为阁主对我有情，没想到他一直拿我当皇子，宠爱的另有其人，只是想让我体内人接下夫人这雷霆震怒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阁主看似护着我，外边却早就养了其他女子。阁主并未在外面养其他女子，夫人千万不要告诉阁主，奴婢说过这样的话。哼，你个骚狐狸，前2日还趾高气昂，原来不过是被利用。夫君最恨背叛，他若知道你将此事告诉我，定将你千刀万剐。夫人饶命！夫人与其对付奴婢，不如让阁主爱上您。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想拿我当做垫脚石。夫人与奴婢相争，只会让别人渔翁得利，不如您用奴婢做刀，毁了那女人。只要夫人能获得阁主喜爱，到时候便可保下奴婢。您又是正妻，又有宠爱，这样无论如何，奴婢都不会越过您。等到事成之后，阁主一怒之下杀了他，便是一箭双雕。从此以后，
日夜陪伴阁主的人就只有你。行吧，你说说有什么办法，我姑且听听。夫人，奴婢曾见过那女子，温柔小意不说，还清纯可人。奴婢在阁主心目中，早就是个抛弃未婚夫的放荡的女子，但夫人却是大家闺秀，只要你……只要装放大我的贤良淑德，夫君就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奴婢每次送小公子去夫子那里之后，都会去偷看那女子，有几次还撞见阁主。阁主夸她温婉可人、贤良淑德，他还在背后说自己才是该坐上阁主夫人位置的那个人。你莫不是在诓我吧？竟敢有人如此大放厥词！这是我从青砖巷第2户人家那找来的，夫人不信的话，大可以去查看一番。真的和那个帕斯一模一样，奸人！只有我才是阁主的夫人。夫君，上次擅闯顶楼是妾身的不对，给您赔不是了。我说过，只要你安安分分的，就能稳坐正妻之位。夫君，是妾身的不对。你看，我如今都换了装扮，保证日后做个贤妻良母，照顾好你和叶儿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有些做母亲的样子。日后你便好好陪陪叶儿，毕竟亲生母子，她会慢慢接受你。是。阁主，这是我亲自做的糕点，你尝尝。我不喜甜，你可以拿去给叶儿。叶儿，叶儿，你心里就只有你个小杂种！你还想要干什么？夫君，虽说那晚是个意外，但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叶儿，你这样对我不冷不热。你也知道，那晚是因为你，我对你本来就没有感情。5年前我就与你说过，若是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们随时可以和离。夫君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吧。后日便是我父亲的忌日了，不知您可否愿意和我一起回去拜祭父亲，让他看到我如今已经有所归宿，让他们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安息。可以。后日你在盛家祠堂等我，我会与你一起祭奠你父亲，记得带好护卫。是。梵音那小贱人还真说对了，只要装装可怜，随便编个理由，阁主就会欣赏。谢谢夫君，我这就去给叶儿做晚膳。因为5年前的那一晚，心爱之人便无法做我的正妻，真是可悲。怎么样，弄到没有？这香无色无味，但一旦闻了，1刻钟之内必须与人欢好，否则就会经脉爆流而死，而且连解药都没有。你一个乡下来的，还懂这个？是因为之前跟盛哥哥来到京都之时，先去了青庐学武，所以才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些恶心事儿了，滚吧。那奴婢就退下了。小姐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
府里如今就你一个人。下去吧。一会儿除了阁主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。是。是夫人。在盛家祠堂与我欢合，阁主他一定会心生愧疚，到时候愧疚转为怜爱。盛映雪，你一定在迫不及待地等着龙焰修吧？那你肯定想不到，今日就是盛家列祖列祖见证你丑事的事。阁主，这是今日各方势力在天音阁交谈内容。一会儿我有要事要出门，一切事情谨慎处理。是。阁主，夫人已经出发去圣府等您了。蓝音胆子可真大，就算好奇也不能去圣府温泉啊，那里久无人居，有不少毒蛇出没，甚是恐怖。多少人被那荒宅温泉的蛇咬死，他竟还敢去，真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你们说什么？时间差不多了。阁主，很快我们就能做一对真夫妻。求月神大人原谅小女的心口不一，小女只是不想在喜欢的人面前失去尊严，才会说出爱慕与情欲不可混为一谈的话。其实小女爱慕你，不知您可否愿意和我一起回去拜祭父亲，让他看到我如今已经有所归宿，让他们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安息。多少人被那荒宅温泉的蛇咬死，他竟还敢去，真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夫人可是有何吩咐？阁主呢？似乎有人进圣府，但没来祠堂。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快去！是夫人。夫人她，来，看破不说破。蓝英，阁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不安全，跟我走。你救救我！小心！吓死奴了，幸好有阁主在。差不多了，阁主，我们走吧。阁主，这是在外面呢。蓝英，我不想等了。阁主，叫我燕修。可你是主子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妻子。若非已经娶妻，我定不会委屈你做妾室。可这样对夫人不公平，她毕竟为你生下了叶儿。5年前，若非有人给我下药，才无意间跟她共度一夜，生下了叶儿。我与她并无感情，所以只能给她一个正妻的名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人。况且叶儿也喜欢你，甚至觉得我们才像真正的一家人。轻声吻过你眉目，
是蓝英不懂事，阁主早就与蓝英互诉衷情，但蓝英却还端着规矩。叶修，我想要你。和我在一起，日后不能后悔。他平时面若冰霜，此刻却如此真挚的与我私定终身。难道他真的爱阁主明明答应了我，为何还不来？蓝英此生此世，生生世世都要与燕修在一起。明明是逢场作戏，可我为什么希望这一切是真的？花与风拥抱，天涯共缠绕，辜负这一生与道，浩瀚复制你。父母死后，我从未想过还有人会真心待我。可是我大仇未报，怎能偷了人的心？陆燕轩，对不起，手刃仇人前，我必须为你。怎么样，阁主呢？夫人，奴婢找不到阁主。没用的东西，滚出去！是。这香无色无味，但一旦闻了，1刻钟之内必须与人欢好，否则就会经脉爆裂而死，而且连解药都没有。阁主不来，那我今晚……夫人，夫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想过命就闭嘴！敢跑，我就告你今日是强迫我。今日的事，若是有第4个人知道，你们就等着见阎王吧。说是不从了，夫人，以他的性子，也不会放过我们。小人早就仰慕夫人，今日之事，就算烂在肚子里，也绝不会向外吐出半个字。燕修，说你爱我，阁主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告诉他，今夜我不去祠堂了。是。以我的第一次，应该在洞房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。只要是与燕修在一起，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。那怎么可以？与心爱之人在一起，才算得上初夜。当然不能草率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。我真的不在意的，只是今日怕是耽搁了夫人。天算夫人生英雄，此时放了他一马，估计日后他死，也要被盛家的列祖列尊厌。那好，叶良，我先抱你回去。不要抱，我要你背我。多大的人了，还这样调皮？蓝莹会喜欢你这样。喜欢我，以前可是藏得很好的。你不也一样？真希望我们永远会这样，永远开心的在一起。这开心怎么和那人这么像？他是我的前任。为什么阁主说会来，却没有来？小姐，我也在温泉。他说今天不来祠堂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来了盛家，
却没来祠堂去了温泉。是。他去温泉干什么？他和谁一起？奴婢也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只知道是个容貌艳丽的女子，眼角的泪痣格外勾人。眼角的泪痣。蓝衣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骗我！我定要你将今日之事百倍偿还！如果当年那晚的人真的是娄彦修，以盛映雪对他的感情，怎么可能会把我送到他床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定要查出个真相。其实本不该找你回来，但是眼下这件事，真的只有你能帮我。说过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会尽全力帮你。我需要你帮我找出5年前参与这件事的所有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难道说5年前的事还有遗漏？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绝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哪怕是一只苍蝇，也要把它找出来。爹爹，你和姨一起陪我玩竹蜻蜓。乖叶啊，你就这么喜欢蓝茵姨姨？我就喜欢蓝茵姨姨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姨姨。小公子的嘴真甜，告诉爷爷，是不是偷偷自己吃糖了？都说母子连心，可谁曾想，他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对他如此刻薄，反倒是你，竟然真心实意对他好。大概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位母亲。乖呀，快去陪爹爹写字吧，姨姨晚一些再陪你玩。参与5年前这件事的人，在这5年期间，基本陆续都死了，只有一个人有下落。是谁？给你接生的稳婆。头几年，盛映雪一直在给他钱，1年前就再没给过。把孩子还给我，孩子！他现在在哪儿？5年了，早就改名换姓了，被盛映雪安排在了城外不远的乡下。趁他现在没死，我得立刻去见他。她只是一个接生的稳婆，如果这次再问不出什么来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。就算他不知道真相，我也有账要和他清算。他家里可还有其他人。这位姑娘是？我是盛家的人。三清真人保佑哟，保佑啊，盛夫人！我还以为她把我给忘了呢。这次盛夫人派你来，是否可以开恩呢？想要钱，盛家有的是。但是5年前的事情，你要是敢出去胡说八道，那可就……盛夫人大可放心，5年前的事儿我都烂到肚子里了，我都更名换姓，连稳婆都不做了。你果然知道当年的事。这些年东躲西藏的，也是难为你了。这不全靠盛夫人帮衬。最近日子过得有点拮据，这次盛家能否多开开恩呢？这些年为了这么点钱，就昧着良心做事，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这样真的值得吗？你不是盛家的人，难道在你心里，盛家就只有一个盛映雪吗？你出去，我家不欢迎你。我可提醒你，5年前给他做过事的，
可一个个都死了。什么？要是你把5年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我，至少我还能保你一命。哼，好啊！你以为老娘是吓大的呀？我家不欢迎你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报官了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带进来。娘，救我！救我！儿子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儿子欠我们赌场的钱，你今天还不还？拿你的命来抵债！你个孽障！你还犯什么？家里的钱都被你赌光了。那盛家娘子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真拿我瞎吗？赶紧给我拿出来！没有钱，哪有钱呢？就剩这个破房子了，没钱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想看着我死吗？不就是钱吗？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？还说没钱，这不是吗？刚才撞球说没钱，这不都是吗？想要钱，可以，但是5年前的事，你必须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我。但凡有一句假话，你和你儿子今天谁也别想活着出这个门。娘，这位小姐想要知道什么？你告诉她，跟她说完这钱就是我的。你说呀！据我所知，盛夫人早就断了你们的赏钱，靠你这针线活赚这点钱，怕是几辈子都凑不够。你说呀，你真想看着我死吗？盛家真是养了一条好狗啊！看来5年前的秘密比你儿子的命都重要。老爷说了，你今天要是还不还，就卸你一条胳膊，明天剁了你的腿。娘，救我！住手！我说，当年盛儿小姐一心想嫁给那个天音阁阁主，没想到无论用了什么法子，天音阁阁主都没有正眼看过她。后来二小姐就给阁主下了迷药，还把大小姐拖上了他的床。大小姐还让大小姐生了他的孩子。二小姐把孩子直接就给抢走了，后来还骗阁主说是他俩发生关系生的孩子，这阁主才让他进了门。娘，你跟他说实话呀！你再撒谎，我就真没命了。姑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赶快让这位爷把我儿子放了吧，行吗？把孩子还给我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什么孩子？一块死肉吧？不是的，我听到他的哭声了，他不是死胎。蓝依依比你好100倍，我就是想让他做我娘亲。那晚果真是龙一雄，我的孩子没有死，燕儿他是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？难道你是大小姐？不可能，大小姐已经死了。没错，盛家那个天真的大小姐确实已经死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行走人间的索命厉鬼，曾经的那些噩梦，我会1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是个接生婆，盛二小姐有钱有势，我逼不得已呀。死老太婆都跟你说了，这钱可以给我了吧？
谢谢，实在谢谢大小姐，谢谢大小姐。谢我做什么？这钱是给这位爷喝茶的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什么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什么都说了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呢？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儿子，我这条老命给你，我给你行吗？让他去，让他去。当年我也是这样求你，可是你为了这么一点小钱，硬生生的抢走了我的儿子。眼下该轮到你体验一下失去儿子的痛苦。不要啊！这就叫现世现报。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打我儿子！救命啊！我只是这个世间的孤魂野鬼，可老天居然让我的孩子活了下来。蓝衣姨姨，你是有什么伤心的事吗？姨姨没有伤心的事，都是开心的事。姨姨，你骗人！开心的事为什么会哭呢？因为即使是开心的事，姨姨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。我的好孩儿，现在和你相遇，只会让你身处险境。等娘亲报完仇，一定会带你离开。把小公子先带下去吧。另外，把长生叫来。本伯的儿子被赌场的人砍掉一条胳膊，断了子孙根后就不知去向。本伯也上吊死了。那是他们罪有应得，一定帮我保护好叶儿。我再也不能失去他了。他真的是你和阁主的孩子？没错，盛宁雪一直在利用叶儿牵制娄彦修，现在我这样对他步步紧逼，他一定会继续拿叶儿对付我。所以保护叶儿的事一定要暗中进行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孩子的事，你放心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不光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孩子。叶儿现在正是下学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去接她？夫人放心，每日都是由护卫去接小公子下学的。我看你就是偷懒。叶儿下学到现在，我都没有看见她。她要是丢了，你死定了。夫人不必担心，护卫都有功夫在身，定是比我一个弱女子要强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蓝衣姑娘，小公子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公子叶儿怎么会不见了？蓝衣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叶儿的吗？夫人与其质问我，不如快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平日里接小公子下学的护卫闹肚子，便委托属下去夫子家中接小公子。属下在门口等了半个时辰，也没有人出来。属下进去发现，公子昏迷了，小公子不见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叶儿。夫君让你照顾好叶儿，你就把她丢给护卫。现在夫君要来了，你还要跑？你还我孩儿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夫君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就行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护卫说，小公子下学之后就不见了。都是他在这装可怜。夫君让你照顾好叶儿，你却把他弄丢了。我看你是把他藏起来了。孩子丢了，就赶紧派人去找，在这里胡乱指责有什么用？夫君，你不明白，他就是怕叶儿日后会挡了他和你生的孩子的路，所以才拐走了叶儿。叶儿不会已经……夫人慎言，阁主还是赶快多派些人手去找小公子吧。叶儿，叶儿，我好害怕。小公子，告诉姨姨，是谁把你带走的？你又是怎么回来的？叶儿，你吓坏了吧？来人，快把叶儿带回去，别再弄丢了。
散了吧。站住！夫君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叶儿走丢了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，也不找人去找她。如今叶儿回来了，你也不关心她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沈一雪，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啊，夫君，我是叶儿的娘亲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是他把我带走，关进一个没人的屋子。阁主对你恩重如山，你竟做如此事情！来人，给我押下去，等候阁主发落。不，等一下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阁主，小人都是按照夫人吩咐做的。你别在这诬陷我！小人绝无半句谎言，就是前几日在盛家祠堂，夫人吩咐的，小人都是被夫人胁迫的。阁主饶命啊！你竟然为了争风吃醋，连自己的亲生孩儿都利用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如此执迷不悟，休怪我无情。阁主，我是叶儿娘亲，我是冤魂才生下他，求阁主原谅我这次吧。看在你是叶儿生母的份上，不杀你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只能在天音阁做奴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，你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？小姐，姑爷，你就放过小姐这次吧。小姐是因为等您等得太苦了，才和别人和好的呀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姐，姑爷不是知道了您那日在社府与人偷情，所以才惩治您的吗？姑爷，你就放过小姐吧，我打死你！等一下，夫人，为了避免阁主误会，还是听这个婢女把话说完吧。不是姑爷知道了小姐偷情才处置她的吗？我早就说过，若是你有其他喜欢的人，我可以随时与你和离，但是若你敢与人通奸，我绝不饶你。阁主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这么爱你，我怎么会与别人通奸呢？那日是我一直在等你啊！夫人最好把话说清楚，免得阁主误会。那日究竟是哪日？想，是你诬陷我！什么想？夫人，你可不要着急就乱说。揭露此事的是你盛家的婢女，我一个乡下来的又不认识她。就是你要诬陷我！是我什么？若被阁主知道我盛家如何与他欢好，奴婢怕是会更大。总之，是你陷害我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姐，别干傻事啊！事情已经瞒不住了，别干傻事。给我猜，姑爷念在这些年的感情上，一定能原谅您的。都是你这个淫贼勾引，我家小姐才会误入歧途的。我跟你拼了！这个疯女人在瞎说什么呢？你这个淫贼，你竟然私藏我们家小姐的贴身斗衣！阁主，这护卫竟真的有夫人的斗衣，难不成这婢女说的是真的？阁主，都是夫人勾引我们都是被夫人胁迫的。夫人还要挟小人将小公子抛尸荒野，再诬陷兰音姑娘，请阁主明鉴啊！你们没想到夫人通奸的竟不止一人。夫人，您平日针对奴婢就算了，可小公子是您的亲生孩子，您怎么忍心对他下手？夫君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他们几个合起伙来诬陷我，我百口莫辩啊，夫君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爱恨人物，还利用自己的亲生骨肉陷害别人，简直禽兽不如！清风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是天一阁阁主夫人，谁也别想动我！夫人得罪了，放开我！贱婢，你有什么资格碰我？阁主，我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。我们明明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
已经有了孩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你所谓的夫妻之实，不过都是你自己计划好的，可你居然还不知足，干出如此恬不知耻的事情。我是因为爱你，我才这么做的呀！虐待叶儿，与一众奸夫厮混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？我看在叶儿的份上，给了你最大的体面。盛一雪，你越轨了，我不杀你，以示仁慈。秦风，把他给我拉下去。是你，你这个贱人！无论你再怎么高攀，也只是个下贱的巫女。盛英雪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与他人无关。我既然活不成，你也给我死！蓝依依，蓝依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！快叫郎中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关进地牢！怎么样了，大夫？阁主放心，虽有剑伤，但不致命。多亏这块玉佩，替他挡在要害部位，导致伤口偏离，此乃万幸。这玉佩是5年前那晚丢失的，难道？在我心中，隐隐绕绕5年的人，居然是你。莹莹，你醒了。我居然没有死。是这块玉佩帮你挡住了剑伤。这玉佩，它居然又救了我一命。你还记得这玉佩从何而来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若是现在就告诉燕修事情的全部真相，他一定会认为我一直在利用你。我的家世，我的仇，还有叶儿，我该如何让他接受这一切？不如我来提醒你，5年前就是在这里，天鹰阁的地方。原来你什么都记得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？这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女人。唯一的。 5年前，他们屡次给我下药，都没有成功。直到我遇到你，才情难自控。可是盛逸雪她竟然骗我，说那晚的人是他，还找来叶儿，冒充是我的孩子。不是冒充。叶儿她真的是我们的孩子。什么？盛英雪把我送上你的床，之后我便怀了孩子，但却被盛英雪据为己有。她知道你重视骨肉，就一直把叶儿当作工具来接近你，想要得到你的爱。原来这么多年来，盛逸雪对叶儿非打即骂。我一直以为你哄叶儿只是在使一些小手段，没想到你们竟是母子连心。可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复仇计划出现任何阴影，也不想连累别人。复仇？你要找盛逸雪复仇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反正一切也要结束了，不说也罢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事情伤害到你。相信我。我是盛家嫡长女，盛凝霜。盛英雪是过继到我家的堂妹。
5年前，他恩将仇报，霸占了我盛家所有的家产，将我一家都杀了。为了嫁给你，还把我送到了你的床上。在我生下叶儿之后，又抢走他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年这块玉佩为我挡了致命一刀。坠下山崖，被常胜救了一命。龙元修，其实我一直在利用你，为我盛家报仇。恨我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想到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只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认出你。你把叶儿照顾得这么好，已经是老天对我的眷顾了。若不是圣阴诀隐瞒，我真的很愧疚。愧疚什么？5年前的那晚，和不喜欢的人上床，还对你移情别恋。还好，那个人一直都是你。莹莹，我们是命中注定会在一起。莹莹，今日你身上有伤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听随我缘起世间的花我心田一定放若桃花千朵你的伤我刚刚发现，以前相处了这么久，我竟从未好好端详过你。哦，不怕会看腻吗？是你的话，就不会腻。现在才是我们的第一次。现在我对你没有任何隐瞒和保留了。为什么我只能在你身上闻得到香风草的味道？难道当年救我一命的人是你？阁主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别让他跑了。阁主，你现在伤势太重，不赶紧救治的话，快追！少侠，少侠，你这伤口有点深了。爹说蜂蜜对治疗伤口有奇效。香风草的味道。奇怪，这个伤口的位置跟我曾经救过的一个少侠好像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是时候该处置圣英雄。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交给我就好。不，我要亲自动手，让他死得明目张胆。你都已经一步登天了，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来看看夫人可还适应这地牢的日子。哼，呸！见识的乡下贱货，才过几天好日子就到处炫耀。就算现在阁主宠爱你又怎样？等他玩够了，和我一样。你就没想过，天音阁这么多年，往来的舞女这么多，
单独落在我手里？因为你我是一路人，都想从罗彦秀身上捞点好处吧。只不过我更想要他的人。蓝衣妹妹，若是想要钱的话，那我们倒是可以谈。我这辈子就爱罗彦秀这么一个男人，你只要把他让给我，我可以把盛家的家业全都给你。只要你离开这儿，离得远远的，保证说到做到。你以为我真正在乎的只是男人和钱吗？这些对我来说简直不值一提。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以你的美貌和心机，完全可以再命良人。你我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苦苦逼我？你我之间可不只是深仇大恨。5年了，我日日夜夜想的都是如何将你剥皮抽筋，挫骨扬灰。把他带走。5年前，你是谁？都退下吧。是。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跪下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孝女盛凝霜，今日终于可以为我爹娘，还有盛家30余口人民报仇雪恨。盛凝霜，你是盛凝霜？我的好妹妹，现在才认出我来？不可能！你别骗我！无论是长相、说话的语气，跟真正的盛凝霜比，差远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大可以不信，但近日就是我大仇得报的日子。盛家已经灭亡了，你何必要假装一个灭门之女？他们的家业都在我手上，你要的不就是钱吗？你要多少我都有。你嘴里除了钱，竟然没有一丝悔意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不管是谁的命，在金钱的利益之下，都可以一文不值。可盛家对你的恩情呢？我爹娘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别装了，你认识盛家又能怎么样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没有错。盛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那是他们眼蒙心下。盛有雪，你太让人心寒了。当初叔父叔母在边境遇害，是我父亲为了不让你成为孤儿，主动把你接回家，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你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是他们为了博一个美名，不是为了我。你不要忘了，他们对你的好甚至超过了我。好吃的饼子先给你吃，好用的料子先给你才艺，爹娘甚至让你去和各家公子一起读书识字，他们到底哪里亏待了你？不，你不可能是他。5年前他已经死了。是，当初那个天真的盛凝霜早就被你害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变成了一个为了复仇的行尸走肉。你是说，改变长相、说话样貌，竟是为了报复我？改变容貌又有何难？只要能复仇，舞女、奴婢、情人、密探，我可以是任何人。真是想瞧了你，让你钻了空子。早知道
在阁主对你用情至深以前，我就杀了你！没机会了，整整5年，终于轮到我把盛家所受的所有伤痛，百倍甚至1000倍的还给你！有本事，给我个痛快啊！那不是太便宜你了？我爹娘还有当年盛家的32口人命，我当来的切肤之痛，还有你和叶儿的百般虐待，一件不落的还给你！我求求你，原谅我吧！死到临头了，求我原谅，你以为我会信？那就一起死！真是老天爷都让你们盛家亡了5年了，你们还是斗不过我，想让我死，我就让你们不得安宁！阁主不好了，市府那边火光滔天的，好像是大小姐带着罗夫人过去了。老天保佑，我们大小姐千万不能出事，千万不能出事啊！叶兄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我问你，双儿呢？双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在意的居然还只有他一个人是吗？盛宁霜死了，你最爱的人死了。别进去，我才是你的夫人。说是双儿出了什么事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！双儿，他到底哪点比得上我？我这么爱你，就没有一丝一毫能入你的眼吗？来人，把门给我关上。是。凭什么他生来就是掌上明珠，我就要寄人篱下？他什么都得来容易，我费尽心机都读了最爱的男人，也只爱他。娘，女儿为你们报仇了。大小姐，你真的打算一声不响的离开阁主吗？这些年跟着我，你真的是受了不少苦，实在是委屈了。现在大仇得报了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这些钱足够你下半辈子用了，赶快找个好人家嫁了。大小姐，还有，我离开的事情，替我保密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一直都在。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些年如果没有你，我是不会走到现在的。你一个堂堂药王谷谷主，不仅救了我，还帮我一起复仇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我早就待你如同家妹，我支持你的所有决定。是时候该回我的药王谷了。一切仿佛昨天的一场梦。叶儿可以跟着爹爹一起慢慢长大，也许时间会冲淡一切吧。叶儿可以慢慢长大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。
可要是没有你的情，他会伤心一辈子。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你又为何要走？这里发生了太多事，总会让人想起当年那些难过的往事。此话不假，可人不能活在过去。你现在有我，有了叶儿，我们可以一起开启新的生活。可我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，5年里，我犹如行尸走肉。为了复仇，我进入天音阁，编织着谎言，主动接近你和叶儿。这些我都明白。不，你不明白。我曾经发誓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即便辜负了所有人，甚至被千刀万剐，我也一定要为盛家报仇雪恨。所以我对你说过的喜欢和爱都是假的，就是为了报复盛英雪。我一直都在利用你，配不上你的真心。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？跟我来。这里是？这是你当年跌下悬崖，被我玉佩所救的地方。我在追查帝国密探，口吐鲜血倒在这里。幸好你当时救了我，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地方重新活了一次。当年我救的人，真的是你？还好你当年经过这里，不然我已经死在这儿了。当年我闻到了香风草的味道，但没有想到救命恩人竟然真的是你，而且我的本名也不叫罗彦修，我叫萧成玉。你姓萧？难道是？我父亲本是太上皇庆丰的异姓，可皇上却听信了关丞相的谗言，我萧家地位被削，我也没有办法再继承王位，而且关丞相还一直派人追杀我。从那之后，我改名换姓，把天音阁变为了朝廷重要的情报处，扫清逆贼。而你为了给盛家复仇，也选择来到天音阁，于是我们便一起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。可我只是为了复仇。你复仇，为了接近我和叶儿，但同样的，你也找到了我和叶儿。我在天音阁从不为女色所动，直到5年之后，我再一次闻到香风草的味道，我便知道我这一生非你不可。既然心里已经有了爱，那便不要再回望自己的过去。老天给了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机会，我也不会再把你放丢。留下来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这是我吉姬娘亲送的钗子，几年前丢了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当年你救我的时候掉在了我身边，我一直收藏着，希望找到它的主人。娄彦修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萧承义忍辱负重，设立天音阁，为国效力，揭露关丞相一干人等通敌卖国的真相，不负先帝使命，且恢复萧氏爵位，世袭罔替，并特准萧承义与盛家之女盛凝霜结为夫妻，择吉日完婚。钦此。这是我特意求陛下的赐婚，你可愿意？谢陛下。谢陛下。
清澈的弧线，我终于可以正言顺的叫你一声夫人。我本想着等我大仇得报，就跟随盛家人一起去团聚了，但没想到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家人。娘亲，别忘了还有我呢。当然还有你啦，我的小叶儿。没想到我在天音阁过了这么久刀尖舔血的日子，居然能够得一妻遇一子。少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叶儿。人世间你我同样。